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陈世轩议员、蓝轩小姐、叶清源律师、王宏伟委员、游淑慧议员、唐湘龙先生。好，那新年昨天第一天哦，共军就放了一个 MV， 而且呢用的歌呢是刘德华的歌。那刘德华什么歌叫《中国人》？上次刘德华在台北开演唱会就唱这个《中国人》，民进党就很反弹啊。我觉得老公也是故意给你做统战，就用刘德华在台北唱的歌给你做这个 MV 的这个背景音乐哈。那他主要强调他随时能战哦，我们准备好了要打仗，随时可以打啊。那虽然习近平的这个讲话里面呢，其实是很轻描淡写对两岸没有什么特别的着墨了哈。那但是呢，解放军的表演给你看，说我们随时都准备好了啊。那而且呢，五星旗呢，同框中央山脉，说我们有银杏什么呢？隐形战机，隐形的同发音一样，银杏啊，讲它的6代机是隐形的啊，8000里山川河岳啊，那它的五星旗在这边啊，然后这是我们的中央山脉啊。岳飞的8000里路云和岳啊，在这边变成8000里山川河岳。那而且呢，马英九那时候邀请了一些这个大陆学生呢，也被他们放到镜头里面去了哈。那林佳龙说标准的统战，它是统战啊，它就是统战的手法。那另外呢，这个2个月，中共呢一直在亮它的新的武器哦，其实。有很多时候，国外他就不想亮这个武器，要藏起来不给你看，啊，那他亮，不过他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技术啊，或者特殊的表现呢，说这点可能要隐藏起来，不能让你知道说，哦，我这有多大的功能哈。第6代战机成都版，空警3000，新型预警机，四川舰2栖攻击舰，红旗防空飞弹，歼35A 中型的隐形战斗机，歼15T。弹射型的这个战机，然后呢，机器狼无人作战小队啊，用机器搞个像狼一样的啊，然后呢，飓风3000高功率的微波武器啊，最近有8种哦。那而且它的解放军空警3000首飞，它可以远距侦测隐形目标，来跟美军抗衡啊。那说呢，美中因此对抗，它其实不见得是给你台湾看的，它是给美国看。美中对抗恐怕会升级啊。那到底现在解放军有多强？说北京华府也拿不准哦，就是说他们有人说美国第一嘛，大陆大概第2，有人说大陆超过美国。那你又问我是不相信大陆超越美国，可能有个别的项目是超越美国，但整体来讲。美国应该还是强了哈，但是呢，美国就常常说不行了，我们被超了。然后呢，他这个搞那么多新武器，说我们美国国防预算要增加，尤其每次到美国要审国防预算的时候，他们一直搬出来哦，不得了，有些太平洋什么舰队司令啊，老共马上就要打了等等。然后等到预算过了以后，又说啊，现在没那么紧张了哈，等等哈，就是要钱的一种手段了哈。那另外我们呢，将来规定新的医院要设地下医院，打仗起来的时候怎么办啊？上面医院都被炸了，所以要设地下医院。其实你现在去看一些很多大医院，它下面地下室已经到了3、4层都有作用了。那种特别那种重型的造什么 MRI 啦、什么正子什么都放在地下，因为它大，然后又重哈等等哈。所以现在地下其实已经有，但是它将来可能什么门诊啊什么都要造，而且呢，全台湾的8800个药局也征召药剂师要训练，药剂师是不能缝合的。不能注射的，他将要训练药剂师都能够缝，简单的事情药剂师就做了，不需要医生哦，所以看起来真准备打仗哈。那大陆学者说，川普会在两岸双向讹诈，双方讨价还价，双方要钱。我们看一下。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才刚跨完年，元旦上午就释出最新 MV， 还处处藏彩蛋。5000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以港星刘德华的经典名曲《中国人》当背景音乐，东部战区除了剪辑联合利剑2024A、2024B 2场围台军演的画面外，影片中还出现了银杏和小鸟的照片，似乎在暗示日前现身在四川成都的歼20和第6代战机试飞。另外，这支 MV 也首度宣传无人作战，像是金兵锁喉，搭配的照片是无人作战艇虎鲸号、狼兵掏心海
海报配上挂载步枪的机器狼，而去年12月来台被绿营批评是统战样板的陆生访问团，也成了东部战区文宣重点。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影片最后回顾了2022年北京冬奥中华台北队出场的画面，一左一右2只鸽子相会，代表一个都不能少，暗喻台湾有一天终将回归祖国。台湾民众党批评中国利用流行文化包装恐吓意图，让台湾社会难以认同。怎么看？这解放军做的这文宣影片，我觉得他是陷刘德华跟马总统于不义了刘德华，我觉得他们都不管这些，对对，他们就是不管不管因为害到刘德华这一谁也无所谓次其实开演唱会他的场场爆满，结果呢，王定宇就挑毛病，就想说你怎么可以唱中国人，把它变成是一个统战的演唱会。其实刘德华，因为我有去看嘛，刘德华说他希望今年也能够来台北来开演唱会，但是你这样用了之后，是不是又会归责于刘德华？那同样的，马总统请中国大陆的学生来台湾交流，或者是台湾的学生到中国大陆交流，其实都是一个能够让两岸更为和平，能够更为大家了解彼此的一个那个管道平台。结果呢，你这样子一搞那我就把他们原来这个绿营把那个马总统那个红帽子真的摘不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要做这些宣传，其实我认为这样的宣传是大可不必。那但是呢，就说对于中国在军方秀肌肉这个其实过去也有，那现在只是元旦一开始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文宣影片，那当然对他们来说这是他的一个日常是一个日常，他必须要这样做。那但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除了看这个热闹，也是要看门道啦。像现在其实台海的到底会不会更紧张、更危险？会不会有更高的军事冲突？真的还是要看美中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赖清德总统出访，那么我们的国防部国安单位就一直讲说联合利剑 C 会来，联合利剑 C 会来，但是来了吗？并没有。并没有。那我们本来在讲是说，不管是联合利剑 A 或联合利剑 B， 它不单纯只是针对台湾而已，它事实上也是要给美国看的。它的不爽，它也在这个整个的联合利剑的演习要给美国看。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去年底到今年初，那美国它包含选总统大选以及他要就任，那美中之间关系，我觉得在两国之间，不管抗争也好，或者他们要不要寻求竞争中求合作，他们都会想办法试水温。比如说川普他要这个就职，他就邀请习近平习大大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当然习大大应该是不会去嘛，可是呢，大家都在拿捏那个温度是不是要升高。那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也不必一讲了就说好像这个就完全是冲着台湾而来，因为我们必须要看美中之间。比如说大家在美国，大家认为说在经贸战争首当其冲一定是中国先遭殃，就没想到是美国旁边的墨西哥跟加拿大。现在其他国家第一个砍投资的是砍哪里啊？砍墨西哥的投资吓死了！他先把那个整个的关税，甚至那个整个的壁垒通通升高。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密切的关注但是也不必过分的忧虑。那么基本上还是看美中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如何去控管这个危机，如何控管台海不要发生更高的冲突。他现在加美国跟加墨西哥跟加拿大25%的关税了。对啊，中国先加10%，不过中国因为原来已经加了。来，香龙。这个视频本身带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刘德华的中国人，刘德华因为在台湾不只是他之前办演唱会，台湾的独派王定宇要抗议，但没有用。你看到刘德华人气很高嘛，少了一场表演，这样子台北闹哄哄的。第二个就是10月1号，那大陆的国庆的时候，许多台湾的艺人表态，大家就说那刘德华呢？刘德华表态，你台湾方面也都没有讲什么。刘德华的中国人，因为在两岸那时候熟悉度都很高，那就是他也不太在乎你台北怎么看，
我们台湾都大概普遍都会认为，就像我宏伟讲，就是没有必要让刘德华觉得很为难，没有必要让马英九很为难。我觉得大陆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放开来，他根本就不 care 这些事。就是我宣传我的，你宣传你的，你看不爽你处理，但是对我来讲，只要你处理的时候，那都是我算我赢了。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东部战区是对台当面的指标在战区，所以只有东部战区的视频是有意义的。你不会看到南部战区的视频，你不会看到北部战区、西部战区的视频。为什么只有东部战区？因为只有东部战区有一个迫切的解放任务。所以东部战区的视频就是拍给台湾看的。他今年拍给台湾看的视频里面，顺便的把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把银杏跟小鸟放进去，因为呢，沈阳的那架6代机像一只小鸟，成都的这架的6代机看起来像一片银杏，因此大家说呢。官宣认定了，就是说那是2架的6代机。不管怎么讲，它就不是传统的飞行器，它显然是新一代的飞行器。这是为什么全世界看到这2款的飞行器的时候，都必须要严肃看待，因为军事科技上面的超前，就是总体科技的超前。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对台湾来讲。台湾现在正在采购还没有交货完的 F-16V 是4代机，它已经是6代机在天上飞了。过去我们也很少人去讨论说差1代会怎么样。在人类从2战之后的1代、2代、3代、4代、5代，到现在呢，在天上看到的6代，每一代。第3代以后没有大规模的空战记录，算了。第3代以后，基本上面你要打下3代机以后的，你要看到大规模的空中的 dogfight 没有过。到底谁比较厉害？基本上面呢，大家从而不论，因为美国在3代机之后就没有敢去对比较厉害的对手动手。3代机之后呢，你要靠导弹。3代机以前的记录告诉我们，差1代就是天跟地，1代跟2代打，2代跟3代打。历史上面呢，全部都是以超悬殊的比例，不管是在韩战、越战，或者是在中东的以阿的冲突都一样，差1代是致命的。何况台湾的 F-16V 呢，跟接下去6代机差两代。我们在台湾连对对方的5代机呢，都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来过台湾。6代机已经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空防压力，这是台湾呢必须要呢捕捉到的。但是你看到所有先进的装备，包括空警3000，你看到的想象的6代机，你看到的076，台湾想太多了。这些所有先进的装备，对台湾动手的时候是用不到的。这些都是为第2岛链准备的。中国大陆只在做一件事情，它要在西太平洋创造它足够的战略纵深，因为它的精华区全部都在靠海的这一侧。只要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敌人只要一靠近了它的海岸线，它的精华区压力太大了，他一定想办法把所有的潜在的对手的力量往外推。现在他已经可以把像076、像空警3000这种都是第2岛链作战的。包括你看到的6代机都是第2岛链作战用的，076对台湾作战需要076想太多了。对台湾不需要076，虽然它叫2栖登陆舰，不用076。航母福建舰叫福建舰，需要用到台湾吗？不用的，那些都不是为台湾准备的。但是美国看得懂。主持人刚提到说呢，中美之间的军力绝对军力大概不会有人认为说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可是如果是要在中国的家门口打一仗，那就难讲了。中国只要确定在我家门口。打架这种的事情就是这样，在我家门口打，我当然占优势，这是主场优势，因为军火库在我家里面啊。所以如果在你家门口打，或者全世界其他的角落打，那你说呢？解放军有多大优势？我不敢讲。在中国的家门口，在西太平洋家门口打一仗，你看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开始往后撤第2岛链，就知道第2岛链是不够的。美国很快呢，大概就要准备第3岛链。所以你在看待这些装备的时候，台湾呢不需要想太多。虽然他在对台湾统战，可是他真正是要给美国看，还不是只有这6款的装备。从去年9月25号，他的东风31 AG 导弹射完了之后，美国就安静了。基本上就强龙不压地头蛇的概念啊，就是说大陆也许它没有全世界优势，但在局部来讲，它是有局部优势的。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因为大陆这个上海，他们双城论坛的上海的这个有说哈，说他们可以开放上海的居民到台湾来旅游，那当然就会掀起我们的观光，这股票都涨啊。那然后呢，当时我们也讲说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台湾开不开放嘛。赖清德在元旦时候说了，他说两岸旅游呢，小两会先谈，就台旅会、海旅会啦，台湾的台旅会跟大陆的海旅会，这是有官方性质的。那问题是大陆就是不跟你谈嘛，他就是希望说民间去谈谈就好了。什么海旅会、台旅会，那我们就一直想说，我就算不承认9·2共识，我政府跟政府也可以谈。我这点突破，一点突破，全面突破。虽然从这边先突破，旅游比较没有那么敏感，从这边来突破哦。那大陆就不愿意嘛，他就说我这边被你突破了，我不是我就整个就废掉了嘛，武功就废了嘛，所以我怎么是可以跟你谈呢？所以你现在当然今天观光业还是很高兴了，观光股还是涨觉得小两会不会先谈？如果按照大陆原来的坚持是不会谈的，但它会不会改变我们不知道啊。那兩岸的这个观光人数是逆差蛮多的现在呢，你看他才来3.3万，我们去了230万呢。去这个前年呢，他来23万，我们去了这个176万。之前呢也是的。我们去的比较多，他来的比较少，但是他如果有200多万来，好歹这边花个钱啊，什么观光收入也不错嘛。像现在那个金门啊什么就哇，现在不是夯得不得了，去的人很多嘛那你现在这个如果能够拉抬起来，对我们的观光业当然是好的了那观光署说我们准备工作都就绪了我们随时可以谈啊。那问题是谈不谈呢？是不是一定要谈才能开放呢？所以今天2档观光股涨停，台湾的虎航涨9%，就是因为呢赖清德说小两会先去交流，那业者是说呢，当时的禁团令是因为疫情了，那些没有疫情你还进什么团来呢？对吧？你就开放就好了嘛，你还谈什么东西呢？你原来是谈过了，就按照原来的这个做法去做就好了。你说疫情当时，那现在没有疫情呢？那你就可以说，那因为没有疫情的时候，我把这禁团令取消，不是很简单吗？所以呢，媒体是说大陆客能不能再来谈？赖清德只是摆个样子了，他也根本也无所谓，他反正就是他一定要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那另外，大陆学者也说，赖清德接受9·2共识才有两岸机制性交流嘛，你不接受，就换句话说，你就不承认他就不会跟你交流嘛。那他干嘛跟你交流呢？当然赖清德说，那怎么日本呢？其他人都开放，台湾就是不开放了。那他就是不开放，你怎么办呢？那因为日本什么都变成大陆人认为还是外国，台湾他不认为是外国，那你赖清德认为是台湾是外国，那他就不跟你交流，就这么简单嘛。那另外呢，金门小城已经破130万了，金门那么小个地方，没几个月已经去了130万人了。我可以想象得出来，金门当然，金门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红，是因为国军很多，10万人住在那个地方。国军一撤以后，那边其实蛮惨的，洗衣店啊、电影院啊、什么弹子房的、什么观光景点啊，这个伴手礼的都少很多。这下子去130万，你可以想得出来。所以现在陈福海县长已经要求班次要增加，我们班次不够了。那台湾人用小三通也不少了，现在过去，而且福建马祖的小三通是一次过检。行李跟随身一次就检完了所以一个一下子就过了那很快就可以这个1分钟就可以通关，就方便我们看一下，台湾希望跟中国在对等尊严之下进行健康有序的交流。如果中国真的有诚意的话，我建议可以先由台湾的文旅会和中国的海旅会两会先进行谈判。抛出两岸恢复旅游的解方，总统回应的是上海副市长宣布陆客团恢复赴台旅游，1年复始，万象更新，可冰冻的两岸关系恐怕持续严冬腊月。一翔，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主要还是取决在这个对岸的态度啊。那对岸态度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去分析他态度的话，其实看到最近他这个军事宣传影片，会觉得说，确实这个未来的走向也相当不妙。为什么呢？因为似乎无论习近平在这个元旦的谈话或者是解放军这次公布的影片都还是依然会有这个武统的这个气味。甚至于我同意刚刚所提到，其实像刘德华的歌是不是有必要把它政治化？
对不对？这个所谓学生的交流是不是有必要把它政治化？就算你今天我们台湾国内有部分人诠释说不是，这都不是政治交流，但是中国就硬要把这个标签贴上去，说它就是跟武统，就是跟解放军，就是跟他们的军队有关。那我觉得大家都会陷入到一个不义甚至一个很为难的情势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到中国确实我刚刚也认同说，他对台湾的这个武力威胁其实不仅限于台湾，其实针对的其实当然也是投射在整个印太整个太平洋上，包括美国在内。美国即将要进行这个川普上任政府交接，相信中国现在做出了很多军事行为也是要让美方知道说，这个你美方要正视我中国尤其是我解放军，现在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了，我有武力投射的能力，你不要随意去干涉我的相关的这个所谓我认为是我这个我的领域所以回过头来讲讲这个光晃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啦，就是说当然我们政府应该还是要有期待，应该还是保持乐观的心态。那尤其今年现在是1月2号嘛，新的一年嘛，当然还是希望说可以克服一些难关。那我觉得赖清德总统他也是持续在思考，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创意甚至于比较有弹性的方式来进行。其实这个台旅会跟这个所谓的海旅会这个其实过去大家比较少去思考到，甚至于我听到这两会之前，我还不知道他们存在后来去查，他们是以前都是小两会会先谈所谓的半官方组织啦，半官方组织就是所谓的1.5柜所以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突破现在看到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困境，而透过务实的方式，也就是实质交流的方式来打开这个所谓互惠这个甚至于对等交流之门。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待观察，但我觉得终究还是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态度还是关键就是说习近平如果看到新的一年也保持同样的心态、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期待来处理两岸事务，那当然我觉得双方是有机会往下走的。但如果对方还是执意说文攻武吓，执意透过军事的威胁，执意透过军事的投射，希望可以要求台湾必须片面去吞下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让利那我觉得这是台湾人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部分。我认为他现在是两手策略了，其实美国也是两手策略嘛。一方面关税那边我要加一大呢，一方面习近平来参加我的什么就职典礼，套路台湾也是两手策略。一方面军事在那边呢恫吓演习等等，一方面呢也对民间也抛出这个橄榄枝嘛，所以他也是两手策略。来说会，民进党每次都说这个取决于大陆的态度，可是问题是民进党自己没有一个主轴譬如说赖清德今天说，好像释出一个善意，小两会先谈。可是不久前这个大陆的副市长来台湾参加双城论坛的时候，率先递出橄榄枝，说愿意开放上海的团客来到台北。结果民进党马上跳起来痛骂蒋万安丧权辱国，怎么可以开放大陆的团客来台北？我说不是蒋万安开放，大陆那边愿意开放上海的团客来台北，我们还不知道民进党愿不愿意开放嘞那今天赖清德释出这个善意，到底是光说不练，还是说真的愿意有善意？我不知道。如果真的愿意让小两会先谈，当然是很好的第一步。小两会是什么呢？台湾叫做台旅会，大陆叫做海旅会，它是由台湾的交通部跟大陆的旅游部各自去捐助的一个财团法人，而且是双方各自我们在上海跟北京有办事处，他们在台北的敦化南路也有一个办事处，所以如果可以由小两会去谈的话，是可以直接谈的如果赖清德讲的是真的话，对旅游业来讲，他们叫什么？久旱等甘霖今天赖清德随便讲一讲而已，你知不知道观光股就应声大涨涨停，所以你就知道观光股等赖清德等政府表态等多久了。清德兄钦差公共观光股不管真假，不管有没有行动，先涨了再说。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单就顾这代表他们真的很缺这一块的市场。所以我们的政府要看到民之所欲，民间的需要不要今天讲一讲，然后让我们的观光股，让我们的产业就高兴一天，然后呢烟火放一放又没有了。我觉得这才是重点，不要一天到晚释出善意的同时，赖清德又讲了一句话，
哎呀，阻拦两岸交流的是中国，不是台湾。你一边说要跟人家释出善意，可是前面又带一句前途，先打人家一巴掌。我还是觉得说，侨两会能不能谈，我不知道了。政府捐助，那海基会是政府捐助啊，那海基会跟海协会能谈吗？到现在不能谈啊。那吴峰山每天这边喊话，老公还是不理你啊。就按照那个观光业者建议的很好，你原来把它停掉，其实就是说疫情嘛。那你现在疫情没有把它恢复就解决了嘛？就有那么困难吗？所以这也是在你的一念之间嘛。你要搞得很复杂，非要政府跟政府，或是政府委托机构跟政府就在谈，我要突破，还是说你真的愿意开放？开放就开放了，这也是一念之间一句话而已啦。休息一下再回来。连我们